这几天，一个重磅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，中国决定给公务员普遍加薪500块。这消息一出，可把老百姓给气坏了。你说这好端端的，为啥突然要给公务员涨工资？官方的说法是刺激消费。我的天，这理由可把我给逗乐了。让我们先来算算这笔账。根据最新统计数据，中国现有正式公务员约800万人，事业编制人员3100万，加起来将近4000万人。如果按每人每月涨500块计算，一年下来就是2400亿。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有些资历老的公务员涨得更多，科级以上能涨到600-800，部级能涨到1000以上。保守估计，这波涨薪一年要花掉中央和地方3000多亿。要知道，2023年中国 GDP 增速才 2.9%， 创下了44年来的新低。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92万亿，很多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比如山东某些地方搞出个保4争6来，也就是保证一年发4个月工资，争取发到6个月。我真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这钱到底从哪来？更讽刺的是，现在的普通老百姓日子过得有多苦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只增长 1.8%， 还不到通胀率。而且青年失业率高达 21.3%， 创历史新高。现在的年轻人外卖都不敢点了，天天买特价菜，连个奶茶都得思考半天要不要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给老百姓发钱补贴，反而给公务员涨薪，这不是典型的救民先救官吗？更令人无语的是，官方居然说这是为了刺激消费。我请问你，一个月工资3000块的打工人和一个月工资8000的公务员，谁更需要刺激消费？谁更有消费意愿？再来看看彭博社的报道，他们披露，这次涨薪是从2024年7月开始补发的。也就是说，很多公务员在12月份一下子就收到了3000至5000的补发工资，而且涨薪范围相当广，除了机关公务员，还包括教师、警察等所有吃财政饭的人。一位西南地区民警透露，他12月的工资单上突然多了3500块，上面写着补发。有趣的是，他们连通知都没收到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涨了。这让我想起了韩剧《鱿鱼游戏》里那句名言：穷人等来的是一堆文件，富人等来的是一堆钞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官方没有正式通知，但这消息还是不知不觉传遍了整个体制内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悄悄涨薪行动。为什么要悄悄的？还不是怕引起社会反弹吗？这件事更让我震惊的是它的时机。就在前几个月，各地政府还在喊财政吃紧，要过紧日子。有的地方连养老金都发不出来了，基层医保报销都成问题了。结果转眼间，公务员就集体涨薪了。这让我不得不怀疑，到底是真的没钱，还是只对老百姓没钱？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：皇粮好吃，不差饿兵。看来在任何时代，维稳都是第一要务啊！只是苦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了。有人说，公务员这次加薪是大礼包，但让我们扒开表象，看看真相。实际上，公务员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路透社采访了中国4个省份的10名公务员，发现他们普遍面临着高达 30% 的减薪和奖金削减。一位东部沿海城市的科级干部透露，这次涨薪500，但过去3年我们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3000多。这么一算，这次涨薪连以前的损失都补不回来。但更让人震惊的是一组数据，2023年全国有340万年轻人报考公务员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外面的就业形势已经糟糕到了极点。年轻人宁愿挤破头去考个月薪4000的公务员，也不愿意在私企打工。
有趣的是，就在公务员涨薪的同时，很多体制内人员却在准备跑路。根据一项内部调查，超过40%的基层公务员有过辞职的想法。原因很简单，地方财政已经快要崩溃了。让我给大家算算，现在地方政府有多穷。2023年，全国31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92万亿。为了还债，很多地方政府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比如河南某市，公务员已经连续3个月没发工资了。山东某县甚至提出保4争6，意思是保证发4个月工资，争取发到6个月。更夸张的是云南某县，他们的做法是把公务员轮流放假，放假期间只发基本工资的60%。一位基层干部说，每天早上看到工资到账短信，都要先掐自己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在做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地方财政这么紧张，为什么还要给公务员涨薪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维稳。现在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如果连公务员这个维稳队伍都不稳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数据。2023年，全国信访案件同比增长35%，其中涉及农民工讨薪的增长了56%。与此同时，公安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，基层警力流失率达到了15%的历史新高。这些数字都在向中央发出警告，基层维稳力量正在瓦解。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数据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减少85万人。与此同时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1100万，抚养比达到了5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，地方财政的压力会越来越重。所以这次给公务员涨薪，与其说是刺激消费，不如说是一次无奈之举。就像古代皇帝打仗之前先给将士们嘉饷一样，目的很简单，稳住这支队伍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救急式的涨薪能撑多久？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很多地方连这次的涨薪资金都是东拼西凑来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打算发行专项债券来支付工资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官员们挖空心思发行大明宝钞的场景。讽刺的是，就在公务员涨薪的同时，地方政府还在大规模裁员。数据显示，从2020年到现在，中国各省已经裁掉了数万个公职岗位。一边裁员，一边涨薪，这种矛盾的操作，恐怕只有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才能想得出来。一位资深财政专家说得好，这次涨薪就像是在负债的人身上再插一刀，短期看是止血，长期看是在加速流血。这番话虽然扎心，但却道出了问题的本质。说完了涨薪的前因后果，我们来预测一下这次涨薪会带来什么后果。讲真，这个结果恐怕不会太乐观。首先，我们从消费数据说起。假设4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00元收入，一年下来是2400亿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4%，也就是说，每获得100元收入，平均会消费64元。那么这2400亿的涨薪，最多能带来1536亿的消费增量。这是什么概念？202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4.7万亿，也就是说，公务员涨薪带来的消费增量，连全国消费总额的0.34%都不到。你指望这点增量能拯救中国经济？我看悬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次涨薪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矛盾。我们来算算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有多难。2023年底，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是4812元，而一线城市的房租就要3000多。再看看物价，猪肉虽然降了，但蔬菜价格同比上涨15%，医疗支出上涨12%，
教育支出上涨9%。现在的普通工薪阶层每个月掏空口袋也就剩几百块钱，而现在他们突然看到公务员集体加薪，你说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评论特别扎心，我们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存的钱，还不如人家1个月的加薪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涨薪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考公热。2023年，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已经突破340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现在公务员又涨薪了，明年的报名人数说不定要突破400万。大家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会放弃创业，放弃进入民营企业，挤破头去考公务员。这对中国经济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靠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和活力，而不是靠公务员的消费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这次涨薪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？虽然现在通缩更让人担心，但别忘了2023年中国的 M2 增速已经达到 11.3%。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发工资大规模举债，那么通胀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。一位资深经济学家预测，这次涨薪就像是在一个生病的人身上打强心针，可能会让他暂时好过一点，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说到根本问题，最核心的其实是分配制度的扭曲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.47， 远超警戒线。而公务员集体涨薪只会让这个数字变得更难看。更让人担心的是地方财政，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破产边缘了，现在还要强行涨薪。我预测2025年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，到时候会怎么办？大概率是继续发展。这就像是在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气球上再扎一针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次涨薪就像是在临终病人身上贴个创可贴，或许能让他暂时感觉好一点，但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宣布涨薪的同一周，某省还在召开会议研究勤俭节约过紧日子。我真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是打算让老百姓过紧日子，然后自己加薪过好日子吗？最后我想说，这次公务员涨薪的消息就像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中国这个社会的诸多问题：贫富差距、体制扭曲、财政困境。但可惜的是，当权者选择了最简单但最无效的解决方案，给特权阶层发钱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：所有看起来简单的解决方案，往往都是错误的。而这次的公务员涨薪，恐怕正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，统治者们做出了怎样短视的选择。至于明天会如何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